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渡边雄二先生所著的《如果要吃的话，应该选哪一个》这本书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有没有认真查看过日常购买食品的成分表呢？在成分表中，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食品中含有着大量的添加物。或许有的人会认为，这些添加物经过了国家的监管，应该是安全的。然而，作者提醒我们，即使某些添加物存在着潜在风险，国家也可能允许它们的使用。此外，即使是类似产品之间，其添加物的风险也可能有所不同。只要我们认真查看产品的标签，就能够有效地避开那些有害的添加物，从而做出更安全的饮食选择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食品添加物有害？第二，食品添加物的基础知识；第三，常见的危险食品添加物实例；第四，不推荐食用的食品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食品添加物有害？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各种诱人的食品，如薯片、巧克力、软糖、冰淇淋和碳酸饮料，看起来令人垂涎。然而，作者提醒我们，这些食品的安全性不容忽视。例如，色彩鲜艳的糖果、味道浓烈的软糖、颜色鲜红的香肠和造型各异的鱼肉肠，这些食品中普遍使用了着色剂、香料和人工甜味剂等添加物，而它们的安全性常常令人存疑。目前市面上的加工食品主要是由2类原材料构成的。第一种是食品原料，包括米、小麦、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鱼类、食盐、酱油、糖等。这些天然的食材经过了历史的验证，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安全的。第二种是食品添加物，包括着色剂、香料、甜味剂、防腐剂、调味料、蓬松剂等。这些添加物的使用历史相对较短，主要是从2战后才开始普及的。食品添加物的安全性通常通过动物实验来验证，但人类的长期健康风险尚无定论。一些添加物被发现可能致癌或者对胎儿有害，却依然被国家允许使用。例如，苏丹红2号。在美国，这种合成色素因动物实验显示其可能致癌而被禁止，但在日本仍然合法使用，常见于刨冰糖浆等食品中。动物实验通常只能检测出显而易见的毒性反应，如癌症、肾脏或肝脏损伤、体重下降等。然而，针对人类健康，更常见的是一些轻微且难以察觉的不适症状，例如舌头、牙龈或口腔刺痛等口腔刺激症状，胀气、疼痛或消化不良等胃部不适、腹部疼痛以及过敏反应。此外，不同添加物的叠加使用可能引发更为复杂的健康问题，但动物实验通常仅仅测试单一的添加物，难以评估出多种添加物组合的影响。随着食品添加物种类的增加，一些高风险的添加物也陆续被国家批准使用。许多企业出于降低成本和增强产品吸引力的考虑，使用了大量的添加物。与此同时，国家的监管机构也受到产业利益和国际压力的影响，审核存在着松动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消费者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关键在于要避免含有安全性不明确的添加物。通过仔细阅读产品的成分表，选择更健康的食品，可以有效降低健康风险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食品添加物的基础知识。食品添加物是指在食品生产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辅助物质，不属于食品原料本身。它不同于小麦粉、米、玉米、糖、盐、酱油等传统的食材。添加物分为2大类别。第一类是指定添加物，这类添加物多是通过石油产品等化学原料合成而成，其种类不断增加。以日本为例，截至2021年10月，日本已经批准了472种指定添加物。第2类是寄存添加物，这些添加物来源于植物、海藻、昆虫、细菌或矿物等自然界的物质，因此也被称为天然添加物。目前，日本允许使用的寄存添加物有357种。
任何不在许可名单中的物质均不得使用。根据食品卫生法的规定，食品添加物是指在食品制造、加工或保存过程中，通过添加、混合、渗透等方式使用的物质。这意味着，添加物是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加入的，与食品原料是截然不同的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常见的危险食品添加物实例。我将给大家介绍3类危险的食品添加物。第一种是人工甜味剂。对于想减少热量摄入但又想享受甜食的人来说，人工甜味剂似乎十分有吸引力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有些人工甜味剂存在着潜在的危险。以下是几个典型例子：一、乙酰磺胺酸钾。乙酰磺胺酸钾是一种化学合成物质，俗称安赛蜜，它是自然界不存在的物质，其甜度是糖的约200倍。这种甜味剂在2000年才获得批准，使用的历史较短。它在体内无法分解，会随血液在全身循环。在一项实验中，给狗喂食含有 0.3% 和 3% 的乙酰磺胺酸钾饲料，在持续2年后发现， 0.3% 组的狗出现了淋巴球减少，这说明其对免疫系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。3% 组的狗不仅出现了淋巴球减少，还检测到 GPT 肝酶的增加，这说明其可能对肝脏造成损害。2、阿斯巴甜。阿斯巴甜是由苯丙氨酸、天多氨酸和甲醇合成而成，甜度为糖的180至220倍。虽然美国在1981年批准了其使用，但在1990年代后期，多名研究者指出，阿斯巴甜可能会引发脑部的损伤。此外，2005年意大利的一项动物实验表明，阿斯巴甜可能会导致白血病和淋巴瘤的发生，即使摄入量与人类日常食品中的含量接近时，也会产生上述问题。3、三氯蔗糖。三氯蔗糖是将蔗糖与氯结合后的产物，属于有机氯化合物，与二恶英等毒性物质属同类化合物。虽然三氯蔗糖没有二恶英那样的强毒性，但其安全性仍然值得警惕。在一项实验中，给怀孕的兔子按每公斤体重 0.7 克的剂量喂食三氯蔗糖，结果发现，兔子出现了腹泻，并伴随体重的下降，部分个体还发生了流产或死亡。另一项实验中，给老鼠喂食含 5% 三氯蔗糖的饲料，结果发现，老鼠的胸腺和脾脏的淋巴组织萎缩，这表明三氯蔗糖可能会削弱免疫系统。此外，实验还发现三氯蔗糖能渗入大脑，这进一步引发了对其对神经系统影响的担忧。以上3种人工甜味剂虽然被广泛使用，但多项研究表明，它们可能带来免疫力下降、肝脏损害，甚至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，因此值得我们去慎重对待。第2种是焦糖色素。焦糖色素是一种用于着色的添加剂，分为焦糖色素1到4 4种类型。这些色素都用于使食品呈现棕色。然而，其中的焦糖色素3和4含有致癌物质。焦糖色素3和4在生产时，使用了铵化合物作为原料，在色素的加热处理过程中，这些化合物会生成4-甲基咪唑。美国的动物实验表明，4-甲基咪唑具有致癌性。相比之下，焦糖色素1和2不含4-甲基咪唑，因此相对安全。但问题在于，产品标签上通常只标注为焦糖色素，消费者无法辨别具体使用的是1至4的哪一种焦糖色素。第3种是亚硝酸钠。大家可能听说过，食用火腿会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。这一说法的确有科学依据。2015年10月，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一项报告，每天食用50克加工肉，如火腿、香肠、培根，会使大肠癌的风险增加 18%。该结论是基于全球约800篇研究论文的分析得出的。火腿等加工肉类通常使用亚硝酸钠作为发色剂，以防止肉类的变黑。猪肉中含有的肌红蛋白等红色素在氧化后会变黑，而亚硝酸钠能保持其鲜艳的颜色。
但亚硝酸钠与猪肉中的胺类化合物反应后，会生成亚硝胺类物质，而这些物质具有很强的致癌性。因此，频繁食用含亚硝酸钠的加工肉类会显著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。最后是第4部分不推荐食用的食品。接下来我将以日本食品为例，重点分析一下巧克力零食和运动饮料。首先是巧克力零食，很多人都喜欢吃巧克力零食。在日本，代表性的巧克力零食品牌包括竹笋香和考拉行军。在这两者中，作者建议选择竹笋香，其原因是考拉行军中含有焦糖色素，而在前面的第2部分中，我们已经提到，某些焦糖色素如3号和4号可能含有致癌物质。相比之下，竹笋香和蘑菇山等零食则不含焦糖色素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食品标签上通常只标示为焦糖色素，而未说明具体使用的是哪一种，这使得消费者难以判断其安全性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尽量避免含有焦糖色素的产品。接下来是运动饮料。在日本，常见的运动饮料有 Aquarius 和 Pocari Sweat。作者建议选择 Pocari Sweat， 其原因是 Aquarius 中含有3氯蔗糖，这是一种有机氯化合物，属于与2恶英相似的物质。3氯蔗糖在体内无法分解，会在血液中循环，可能降低人体的免疫力，因为它会减少淋巴细胞的数量。尽管 Pocari Sweat 相对更安全，但也需要注意避免过量饮用。每500毫升的 Pocari Sweat 中含有约30克糖分，过量饮用可能导致高血糖或肥胖等问题。此外，许多人认为运动饮料能够补充矿物质，但实际含量非常有限。例如，儿童每日建议摄取的钙量为500到900毫克，而500毫升的 Pocari Sweat 中仅含有10毫克的钙。儿童每日建议摄取的镁量为80到190毫克，但一瓶 Pocari Sweat 仅含有3毫克镁。至于钾和钠，我们的日常饮食已经足够摄入，根本不需要特别通过运动饮料来补充。因此，在选择食品时，应避免含有焦糖色素和3氯蔗糖的产品。同时，饮用运动饮料时一定要适量，尽量通过日常食品来补充矿物质，而不是依赖饮料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